桃之助是天王的概率高达90%。大家好，我是和你一样想要抱抱罗宾的作业本。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海贼王的终极奥秘之一，最后的古代兵器天王乌拉诺斯。说起古代兵器，又是对称狂魔尾田的一次发力。他在第一个 BOSS 篇阿拉巴斯坦首次提到冥王普鲁托，然后在2年后的第一座岛屿愚人岛揭开了海王波塞冬的秘密，再借罗宾之口带出了天王乌拉诺斯的名号。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前2个兵器的效果，然而天王的信息却十分贫瘠。回想一下，围绕冥王的争夺贯穿了七水之都和斯巴岛2个篇章，海王的线索则是从空岛篇开始一路延伸到新世界。在海贼王即将进入最终章的关头，怎么会没有一点天王的线索呢？当你想到这的时候，就跟上了尾田的节奏。其实他已经留下了许多细节。线索1：海王类的低语。我们先从罗杰和玉田听到的海王类那谜语般的对話说起。僕らもずっと待っていた。あと少し、今度はきっとうまくいく。生まれてくるのに10個、大きくなるのに15個。海王类的王即当时还没有出生的白星公主，而由于冥王是强大战舰，并不是生物，所以这里的另一个王指的是天王。从他们的话里，天王在这个时候已经诞生了。要知道，这可是25年前的场景，时间点足以排除许多后来的角色。海王类们盯着罗杰船只的这一幕也是意味深长。当时罗杰船上除了一众船员外，就是临时加入的关月玉田一家，包括还很小的桃之助和日和。海王类们的目光是不是暗示着天王就在那艘船上呢？再来看另外一句重要的话，鲸鱼们都很开心。鲸鱼在海贼王中是十分独特的存在。草帽一伙第一次进入伟大航路，就在双子峡遇到了拉布。2年后第一次进入新世界，又碰到了拉布的亲人们，一大群鲸鱼。然后到了佐屋，王皮族在象主背上建立起了王国，并将位于中心的鲸鱼树作为圣地。在这棵大树的核心深处，藏着通往拉夫德鲁的红色路标历史正文，以及一个古老的光月族徽。种种迹象表明，王必死的终极秘密与光月一族、鲸鱼等等符号都存在联系。当时桃之助在这里的反应，也验证了光月一族和鲸鱼树之间的联系。当草帽一伙跟着毛皮族双王爬上巨树时，桃之助听到了很大的声音，但路飞却毫无反应。后来在杰克袭击象主时，这时候路飞和桃之助都能听到象主的呼救。路飞试图回应象主，但象主却听不到他的说话，反而是桃之助不仅能看到象主共享的视野，还能对象主下达命令，就像是他的主人一样。鲸鱼之树位于象主背上，很可能记述着这种巨型生物的意志，但它也只会回应真正的主人。毛皮族守护了近千年却无法感知。尾田以佐屋袭击事件为例，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神奇力量的2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能够听到，如路飞，他能清晰地知道象主想要传达的意志，却无法与象主沟通，更无法命令象主。第2个等级是能够交流，不仅能听还能对话，比如白星公主和桃之助。回想一下，25年前，当罗杰海贼团来到佐屋时，光月玉田和罗杰就先后感觉到被巨大生物注视着。他们和路飞一样，只能听到或者感知到声音。有趣的是，当时象主并没有遭到袭击，他为什么会有反应呢？也许答案就在桃之助身上。当时桃之助虽然不在船上，但是玉田拥有光月一族的血脉，并且是桃之助的父亲。象主虽然没有明显动作，但依然感到兴奋，所以发出了声音。就像当时白星还没有出生，但海王类们已经兴奋地咬坏了愚人岛大门。所以后来桃之助来到佐屋时，才会一直觉得很不安，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屋子里，因为他能感觉到象主。到这里，一切都明朗起来。海王类们侍奉的海王，每隔几百年就会从人鱼族中诞生，而鲸鱼们以及这个世上的其他巨大生物，则侍奉着天王，很可能每隔几百年就从光月一族中诞生。当双王汇聚之时，能够驾驭所有的远古生物。从鬼岛这场决战开始，桃之助就能清晰地感知到屋顶路飞的精神与状态。然后在1014话时，路飞被凯多丢入大海，桃之助的脑袋突然响起了一个巨大声音，紧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高空中的桃之助竟然听到了深海里路飞的呼喊，这种超远距离、无需任何介质的交流，是不是像极了当时桃之助与象主的沟通？如果路飞真的是乔伊波伊，那他就具备着能够引导古代兵器觉醒的力量。在愚人岛时，白星因为路飞的强烈意志换来海王类。这一次，当路飞生命垂危时，命中注定的连结再次发动。那么问题来了，当时在海里，红星海贼团为什么也能听到声音呢？据强巴鲁所说，他们是因为听到了某个声音，才在海里发现了路飞。这个声音是来自桃之助，还是海里某种未知的生物呢？线索2：空岛与和之国的秘密。冥王是史上最凶恶的战舰，海王能够号令海中霸主的海王类。古代兵器之所以叫兵器，
即是因为他们有着超自然的强大力量。在希腊神话中，天王欧拉诺斯为施展天空的神明，象征着希望与未来。天王和天空在海贼王的世界里最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空岛。还记得空岛是怎么形成吗？第240话，派葛亚解释说，海楼石中含有的岩盐结晶通过火山爆发输送到天空，与水汽凝结改变了密度，从而形成了空岛的陆地、海云和岛云。而后在924话，霍大仙接着补充，遍布世界的海楼石正是发源于和之国。好家伙，又绕回来了。只要提到和之国，就与关月一族有莫大关系。根据关月玉田所说，和之国当前的闭锁局面是由关月一族造成的，为了免受某种巨大力量的侵害。可惜，在20多年前，黑炭一族勾结百兽海贼团，还是攻入了这个国家。在第1020话中，凯多大方承认，他看中的就是这个国家如武器工厂一般的潜力。海楼石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矿物，并且能克制恶魔果实能力者。用它制成的武器，一旦投入到战争中，就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而关月玉田也在给石夫人的遗书中提到，未来将发生一场能够将世界一分为二的巨大战争。空岛、火山、海楼石、战争。当我们将这几个看似凌乱的关键词串联起来时，一个有趣的猜测浮出水面：那个在和之国花之都背后频繁出镜的火山，会不会就是空岛云层的起源呢？在遥远的太古时代，曾经发生过的剧烈喷发，在万米高空之上塑造了另外一个世界，承接了因为资源枯竭而来的月球人先祖。而作为火山喷发后的附属品，一片陆地诞生了，它就是现在的和之国。仔细看和之国的地图，除了鬼岛可能是某种巨大生物的遗骸外，其余各项陆地围绕火山呈现中心分布，这些陆地很可能就是火山爆发后留下的沉积物。火山的高温与海水的冲刷，形成了特殊的海楼石矿脉。和之国关月家的先祖们学会了开采这种特殊矿物的技巧，被称为石工一族，也因此成为了和之国的领袖。海楼石蕴含着大海的力量，所以能对恶魔果实能力者产生克制。但除此以外，它还有着更神奇的地方。还记得娜美去过的小空岛维萨利亚吗？哈雷达老爷爷和其他气象学家们能够在空岛的土地中种植天气球，小小气泡中包含着各式各样的云朵，能够人为的制造出各种天气。这种神奇的力量与空岛土地中的海楼石成分有莫大关系，所以海楼石与水汽的结合本身就能对天气产生影响。我们都知道，和之国近海存在恶劣天候和极端海流，在尾田的设定中，伟大航路的岛屿周围气象都是十分稳定的，分为春夏秋冬4种季节。但和之国的近海显然不属于任何一种气候，相反的，明明是同一个国家，和之国各乡却具备不同的气候。花之都是春季，九里是夏季，白武是秋季，林后是冬季。这种紊乱的气候，是不是就是因为受到海楼石的影响呢？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在空白的100年间，当时的乔伊波伊未能完成使命，世界被卷入战争。关月一族的天王为了保护这个国家，利用了海楼石的效果，制造出极端海流和恶劣天候。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够轻易抵达和之国，强如白胡子海贼团，入国照样要翻船。那么未来如果要完成和之国开国，只需要反过来应用海楼石的力量，将天空中的恶劣气候驱散掉就可以了。就像当时娜美用风之节和冷气炮让维萨利亚变成晴天一样。问题来了，知道了海楼石和天气的奥秘后，天王的作用又如何体现呢？总不能让桃之助变成龙，去云层里杀海楼石吧？当然不是。参考海王白星公主，她本人并不具备强大的力量，而是因为她能驱使海王类而变得强大。那么天王会不会也是因为能够驱使某种物体或生物，从而展现自己的力量呢？要知道和之国盛产各类怪物，20多年前都城就出现过山神白猪，小玉的宠物博千代和狒狒丸也有着惊人体型。这个国家肯定还沉睡着其他巨型生物，而他们只会听从天王的号令，就像象主那样。回想一下左屋上的喷火雨，象主用自己的鼻子吸取海水，然后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洒到高空之上的象背，形成雨水。未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生物像象主一样来帮助桃之助驱散和之国的恶劣气候呢？或者说象主直接来一趟，将功补过，完成赎罪，结束在海上的游荡呢？线索3：桃之助的反转。聊了这么多，最后我们把注意力放回到桃之助身上。海贼王这部作品的热血与感动，往往体现在人物刻画和故事描述中，而不是战斗描写。其实尾田不擅长描写战斗，很多动作都是一页带过，所以动画组经常需要拼命脑补。在2年后登场的新角色中，桃之助是尾田花费笔墨最多的角色，这么大的投入绝不会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用3个关键词来代表这个角色，那就是胆小、恐高和好色。为了给大家一个好心情，今天只聊前2个。桃之助从一开始的懦弱胆小，到最后直面仇敌凯多，他的变化是很明显也很成功的。这一切都发生在遇到乔伊波伊路飞之后。5个经典场景见证桃子的成长。第一次，鲸鱼之术的联盟，路飞力排众议，坚持要让桃之助作为联盟发起者，因为他必须学会成长，他才是武士们的大将。第2次，兔婉监狱，桃之助代表关月家，再次成为武士们的希望。第3次，茶饮港口，桃之助被康十郎带走，虽然很害怕，但还是要安抚武士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担当。
第4次，鬼岛宴会厅面对凯多的恐吓，依然勇敢地喊出了身为光月传人的誓言。第5次，也是最近的一次，冒着暴露自己的危险，向鬼岛广播路飞还活着的信息，激励所有人继续战斗下去。这一路走来，这个原本懦弱的小鬼也确确实实的成长了。和之国如果想要成为乔伊波伊的助力，那就不可能是一个群龙无首的状态，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将军。再来说桃之助的恐高，命运给他开了个玩笑，明明害怕高处，却拥有了能够飞行的能力。桃之助原本是不怕高空的，当罗家海贼团从空岛回到大海时，光月玉田曾经将桃之助高高举过头顶，让他尽情享受无边无际的世界。当时桃之助十分兴奋开心，但从玉田城被凯多攻破，自己被凯多抓出半空后，他就留下了心理阴影。凯多成为了他的梦魇，不敢再向往天空。在1021话的末尾，桃之助终于面临抉择，是否要变成龙飞回鬼之岛？这意味着他要克服凯多和高度双重恐惧。当他做到时，也就驾驭了这份力量，驾驭了天空。尾田似乎在暗示，天王力量觉醒时，也是成为天空之主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在细节狂魔尾田面前，没有一处是白费笔墨。以上就是作业本对于桃之助天王身份的几处探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留给大家，为什么玉田要说光月一族自古就与佐乌有着强烈的羁绊？毛皮族最强形态是月光狮子，需要在晴朗的满月时才能发动。而如果光月一族的天王能够改变天气，去上吊遮挡住月亮的乌云呢？所谓光月，即为光芒照耀之月夜。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哦，我们下期见。